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一笑随歌今日开播，李沁告别鸡腿姑娘演复仇女神，有望冲进收视榜。古装剧市场真的已经后继无人了吗？这个问题近年来不断在观众心中盘旋。曾几何时，古装剧是国产电视剧的金字招牌，无论是在题材创新、人物塑造还是制作水准上，都屡屡刷新行业标杆。从《甄嬛传》到《琅琊榜》，再到《庆余年》《星汉灿烂》《莲花楼》等作品，一部部爆款接连登场，不仅在国内掀起追剧狂潮，更在海外平台收获大量拥趸。这些剧集之所以成功，不仅仅是因为精良的服化道和宏大的场景调度，更重要的是他们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，讲出了引人入胜的故事。然而，进入2025年以来，古装剧的整体表现却显得有些乏力。暑期档本应是各大平台争奇斗艳的黄金时段，但扎堆上线的多部作品却反响平平，剧情套路化严重，主角成长线千篇一律，感情线生硬牵强，结局往往可以提前猜到。观众逐渐产生审美疲劳，甚至开始质疑，难道曾经辉煌的古装剧时代真的要落幕了？就在这片沉寂之中，一部名为《一笑随歌》的古装剧悄然传来定档消息，瞬间点燃了剧迷们的期待。这部剧由李沁领衔主演，搭配陈哲远、夏梦等新生代实力演员，从故事设定到人物关系，再到整体气质，都透露出一股不同于常规甜宠或权谋剧的独特锋芒。它不走温情路线，也不靠流量堆砌，而是以强烈的戏剧冲突、复杂的人物心理和极具张力的情感纠葛为核心，试图重新定义大女主古装剧的标准。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女主角傅一笑这一角色的设定，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柔弱闺秀，也不是口号喊得响却处处依赖男主的伪独立女性，她是锦绣国第一神射手，箭无虚发，曾在战场上一箭定乾坤，扭转战局。她的强大不是装饰性的，而是实打实的能力体现。然而命运弄人，一场阴谋让她坠崖失意，从巅峰跌入谷底。可即便如此，她没有沉溺于悲情，也没有等待救赎，而是在混沌中清醒，在逆境中反击。她用自己的智慧与手段，一步步揭开真相，向幕后黑手发起挑战。这种我不需要被拯救，我自己就是英雄的姿态，正是当下观众渴望看到的女性形象，独立、坚韧、果敢，且充满生命力。而男主角凤随歌的出现，则为这段故事增添了更多层次。两人初遇便是一场生死对决，傅一笑在战场上射穿敌国皇子凤随歌的胸膛，彼此立于对立阵营，仇恨深种。可命运偏偏让他们再次相遇，失意的他与遭人追杀的他，在逃亡途中被迫结盟，甚至假扮夫妻共度险境。这种猎人与猎物身份互换的设定，本身就充满了戏剧张力。他们的关系始于利用，发展于试探，在一次次生死相依中悄然滋生情感。但国仇家恨横亘其间，信任如履薄冰，每一次靠近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。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爱情，比那些毫无波澜的甜宠戏码更加真实动人，也更具观赏性。更值得一提的是剧情的悬疑设计。随着主线推进，原本看似简单的复仇案背后，竟牵扯出一张庞大的权力网络。而最令人心寒的是，这张阴谋之网的编织者，竟是凤随歌最信任的挚友与亲妹妹。亲情与背叛，忠诚与野心交织在一起，将人物推向道德与情感的深渊。这样的反转不仅提升了剧情的烧脑程度，也让角色的心理挣扎更具深度。观众不再只是被动接受情节走向，
而是会主动思考每个人物背后的动机与选择。当然，再好的剧本也需要出色的演员来呈现。一笑随歌在选角上的精准度堪称教科书级别。李沁作为内地少有的青衣型女演员，一直以来都以细腻的演技和稳定的发挥著称。她在《楚乔传》中饰演的元淳公主，完成了从天真少女到黑化疯批的惊人蜕变，眼神中的破碎感令人难忘。在《庆余年》中，她又化身温柔坚定的林婉儿，用极简的表情传递出丰富的情绪。这一次出演傅一笑，她在预告片中的表现尤为惊艳，无论是拉弓射箭时的凌厉气势，还是面对敌人时那抹冷笑中透出的杀意，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狠劲与气场。她不再只是一个美强惨的符号，而是一个真正有力量、有灵魂的女性角色。男主角陈哲远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。过去他常因外形俊朗被贴上偶像派标签，但在偷偷藏不住中，他对桑延一角的诠释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。他能够精准拿捏角色外冷内热的性格特质，用细微的眼神变化和肢体语言传达内心的波动。此次饰演凤随歌，他在与李沁对戏时展现出的那种既克制又危险的气质，极具蛊惑力。三分凉薄，三分引诱，四分势在必得，这种复杂的神情处理，说明他已经具备驾驭高难度角色的能力。此外，剧中配角的表现也颇为亮眼。夏梦饰演的公主一角虽尚未完全曝光，但从已释出的片段来看，她的表演自然灵动，台词节奏流畅，与老戏骨同台对戏时毫不怯场，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演技。年轻演员能在高强度的古装剧中稳住阵脚，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这也反映出当前影视行业在新人培养方面的积极变化，越来越多的实力派新面孔正在崛起，为市场注入新鲜血液。整体制作层面，一笑随歌也体现出较高的工业水准，摄影构图讲究光影对比，动作场面干净利落，配乐情绪烘托到位，服装设计兼具美感与历史质感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该剧并未过度依赖特效堆砌，而是注重实景拍摄与人物情绪的结合，使得整个世界观更具沉浸感。归根结底，观众并不苛求每一部剧都成为经典，只希望看到诚意之作。当市场上充斥着流水线生产的换脸式古偶时，一笑随歌这样敢于打破套路，强调人物成长与情感逻辑的作品，无疑是一股清流。它不靠营销炒作博眼球，而是用扎实的剧本、精湛的演技和用心的制作说话。或许一笑随歌未必能一举扭转整个古装剧市场的颓势，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：好故事永远不会过时，只要创作者愿意沉下心来打磨内容，观众依然愿意为之买单。真正的爆款从来不是靠流量堆出来的，而是由一个个动人的瞬间，一句句戳心的台词，一幕幕难以忘怀的画面累积而成。